时尚这股风终于是刮到坦克身上了啊！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坦克披上笼子将会成为一个趋势。为什么？除了好，算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昧着良心说的好看啊！虽然这些笼子真的是有碍其颜值，但是却有利于其生存。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那些死要面子不要笼子的 M1 坦克了啊！首批进入乌战场的 M1被摧残的简直不成个样子，后来马上就学乖，立刻就加班加点把笼子给焊上了。可是你知道吗？在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在他们的坦克顶上加装笼子的时候呢，乌克兰还专门拍了一段视频来嘲笑他们，说你装笼子有什么用呢？屁用也没有啊！你看我们可是有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啊，可以完全无视你的笼子，照样掀翻你的车顶。视频里面的情况呢，的确是如此啊，这个笼子好像的确对标枪没有一点点的作用啊。但奇怪的是，随着行动开始，装上笼子的俄罗斯坦克不减反增了。俄罗斯人是傻吗？事实证明是很多人错误地假设了笼子的用途嘛。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笼子起到的作用跟格栅装甲类似，目的是为了降低反坦克导弹的杀伤力。因为这些反坦克导弹用的基本上都是高爆战斗物，它不是用动能，而是用化学能来穿透装甲的。它通过空心装药的方式，以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溶解金属药浸罩，再利用暴风波的冲击，将这股金属射流以高达1000到3000米每秒的速度推出，使其穿透坦克装甲并对成员造成伤害。不过它的穿甲能力跟它的药浸罩口距离装甲的高度有很大的关系，太近或者太远都不行。所以格栅装甲或者是坦克头顶的笼子就能够让这些反坦克导弹提前爆炸，错过了破甲的最佳炸高，对坦克的伤害自然就降低了。但坦克头顶上笼子是为了对付反坦克导弹吗？还真不是啊！被标枪击中了，该炸还是得炸。于是有些人就笑得更欢了啊，大肆嘲笑这些笼子为警笼，并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在战场上彻底消失。但事实也恰好与之相反啊！这些笼子的使用量不仅增加了，而且还从原先的小型散装笼子发展成了覆盖整个坦克的全封闭笼子。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无人机的出现。由于无人机可以轻松穿过笼子与坦克顶部装甲之间的缝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笼子覆盖坦克的面积越来越大。但其实你要搞清楚啊，如果没有最原始的警笼，我们当然也就不会看到笼子在设计上的任何改变了。所以说嘛，即便这些笼子一开始就是为了防止反坦克导弹的，但是也误打误撞成为了防无人机的利器。所以随着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坦克上的笼子的数量和面积也在同样的增加，并且一开始不是只有俄罗斯的坦克在装笼子吗？随着俄罗斯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机，乌克兰也不得不开始有样学样起来了，在他们的坦克上逐渐安装了所谓的 C 型笼子。随着西方坦克如豹2、挑战者2 M1 的到来，这些笼子也开始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顶上。谁让他们的车顶装甲也是那么的薄弱呢？第一辆安装了 C 型笼子的西方坦克应该是这辆挑战者2。最初豹2坦克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笼子的，但奇怪的是，这也没有导致很多豹2被无人机击毁。所以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M1 就侥幸了啊，他在首次大量部署中呢，没有加装任何的笼子，结果嘛，他就因此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导致了相当多的击毁。现在 M1 身上不仅安装了大量的笼子，还在原本不应该安装的地方呢，加装了许多的爆炸式反应装甲，看来真的是搞怕了啊！俄罗斯则开始标准化的在工厂里面安装这些笼子，有些设计甚至将爆炸式反应装甲整合到了笼子当中，但很多这些设计并不理想，尤其是他们妨碍了成员快速离开车辆。也有些设计非常的奇怪，他们没有实际的覆盖坦克，而是安装了橡胶挡板。要注意，这是工厂制造的，不是现场临时给加装的。所以这些橡胶挡板的设计意图到底是啥呢？我估计大概是为了减慢无人机的速度，避免其隐性的激发，或者是使其偏离目标位置。还有一个更为夸张的笼子设计或者说是更为荒唐的笼子的设计叫做乌龟坦克。如果你还称它为笼子的话，因为它们大多覆盖着简单的金属板或者是金属片，其背后的可能意图是遮挡坦克，防止无人机瞄准坦克的弱点。但问题是，这样改造之后，你的坦克还能够有效的作战吗？炮塔旋转大大的受限，可视范围也严重的受限。一辆不能站的坦克开出去，只是为了不被干，意义又何在呢？所以，既然笼子已经成为了坦克身上必不可少的一样装备了，那不如咱们就来好好设计它呗。向时尚界多取经嘛，毕竟把廉价的东西做出高级感，谁能够玩得过他们呢？最后我要补充一句笼子这个潮流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就是得看用来对付无人机的主动防护系统何时能够诞生了。
德国和法国设计的最新型坦克都配备了整合雷达的远程武器站，它们可以监测并锁定无人机。其他国家也都在针对无人机专门开发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矛与盾的游戏，人类还真的是玩不腻啊！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啊，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哦。好了，我们来看看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设计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设计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设计精度简直参差不齐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舰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偿才行。我们来试试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那再重新调整一下。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哎，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链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数氢的炸弹。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又该如何瞄准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来回答第一点，要不要瞄准？肯定是要的呀，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肯定是想要瞄准的呀。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啦，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怎么瞄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由于缺少有效的瞄准镜，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这可急坏了各家的空军，于是纷纷提着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能够设计出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但就是解决不了。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这个精于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人，恰恰也是个极其有爱的人。他想啊，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所以我来。于是啊，一个重约20公斤、设计极其精良的诺顿 Mk15型投弹瞄准器横空出世了。它有多厉害呢？两个证明啊，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用了这台瞄准器可以准确的把炸弹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但另外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啊，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要知道啊，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也不过才30亿美元，一颗原子弹顶2台瞄准器，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有2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稳定器和瞄准器。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由于飞机在前进，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是需要不停旋转的。当然，它会自动旋转。投弹手所要做的就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位于 A， 轰炸机的飞行高度是 h， 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它会用根号 2h 除以 g 的时间落到地面。但空气是有阻力的，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所受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这么算。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在不同高度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这个叫做整体范围。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有什么关系呢？按理说啊，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是相等的，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也就是说，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呢，轰炸机其实已经离线飞出去一段距离了。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速有关，也是个常数，叫做足迹范围。投弹手只需要在表格里面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是多少了。诺顿瞄准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不管你有没有听懂但至少呢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对不对？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完全不能。首先，它故障频繁，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一旦出现故障，想要快速修复绝无可能。其次诺顿承诺的泡菜桶精度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他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 B-17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另外，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还必须要目视目标，你把云放哪儿去了？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
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啊，1944年，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工厂占地757公顷，目标够大吧？在22轮轰炸任务中，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并且投下了85000枚炸弹，你猜命中的有多少？10%，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哑弹。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非常的讽刺。但其实更讽刺的是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以减少无辜伤亡。但1945年8月6日，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 B-29轰炸机投弹手正式使用了诺顿瞄准器瞄准广岛，投下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拉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中国的山东号，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首先都是只有一座舰岛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2座。其次前3艘航母呢都采用了斜式飞行甲板，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先说2座舰岛的问题，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儿，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前后排列一样吗？显然并不是的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了2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来源，所以就需要2套排烟系统来把飞机往外排啦。通俗点讲呢，就是它有2根大烟囱。这2根大烟囱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杵在甲板上嘛。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舰岛，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把烟囱和舰岛结合在一起嘛。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呢，还要再特殊一些，它的2套动力系统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呐。所以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舰岛，一次性的把2个烟囱都包在里面，要么就得要安排2座舰岛，分别来裹住2个烟囱了。他最后的选择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在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呢，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他为什么要整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呢？如果你已经猜到了，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波原因其实很简单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覆辙嘛。1941年11月14日呢，一枚德国 U81 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并将舰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大量的海水呢倾泻而入，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于是这艘2战当中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要是它有第2个锅炉就好了嘛。英国人懊悔不已，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才会有了2套隔得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就是为了冗余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2个烟囱，那就2个烟囱吧。咱建2座舰岛不就好了吗？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2个班子在配合上呢有点不太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所以就更加要考验2栋楼之间的磨合了。但除此以外呢，分成2栋比合成1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甚至在2座舰岛之间呢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比如2个小舰岛比1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湍流更小，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分开的舰岛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呢，得以离船首更近，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呢，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把从舰尾到舰首的整个飞行甲板呢一览无余，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还有好处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降低了2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在难度上呢又减小不少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那么它取消了的斜式飞行甲板也同样有理有据吗？
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啊。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索来减速降落的。这样的方式呢有其特定的风险啊，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索的话，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固定飞机采用的是 F-35B， 它可以在舰首那个上翘12度的滑跃甲板的助力下呢，实现短距离起飞，然后在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显然还能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嘛。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所以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当一位地勤人员意外启动了一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1966年的7月22日，英国皇家空军第303维修部队的指挥官沃特·霍尔顿坐进了一架闪电战斗机的驾驶舱。这架飞机的电源呢，总是会在起飞的时候自动跳闸。虽然可以切换到备用电源，但是对于一架超音速战斗机而言，还是太过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解决掉。霍尔顿于是就亲自上阵了。他是维修指挥官，属于地勤部分，怎么就能够直接坐进驾驶舱启动飞机呢？好吧，他这样做呢，是基于以下这几个原因啊。第一是压力太大了。当时的第303维修部队已经在进行关闭前的最后收尾工作了，在把流星战斗机和坎培拉重型轰炸机交出去之后，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架总是反复出问题的闪电了。尾巴迟迟收不住，让他很难向上头交代嘛。第二个原因啊，其实是跟第一点相关的，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节点上呢，霍尔顿还约不到测试飞行员了。倒不是基地里面没有飞行员啊，而是没有能够飞闪电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太特殊了，以至于飞他呢是要经过专门的评级才行的。而这样的飞行员呢，霍尔顿至少还得要再等上1周的时间。第三个原因是，霍尔顿其实自己也能飞。当年作为机械工程师入伍空军时，他被要求接受一系列的飞行训练，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到飞行员的需求，所以呢，他是有飞行资格的。尽管飞过的2架飞机，双翼机 DH-82虎鹅和单翼机 DHC-1花栗鼠加起来的速度呢，都要比闪电慢了5倍。于是啊，霍尔顿的同事就开始忽悠起他了。你看，如果咱们再要等飞行员的话，至少要耽搁1周时间，这中间啥事儿也做不了，多浪费啊！其实你不也能飞吗？而且你也不用真的飞嘛。只要启动飞机，让它滑个几十米，能够测试到故障就可以了，始终都在地面上，安全的很呐。霍尔顿一听，心动了，觉得这个的确是可以有啊。但是毕竟自己从来也就没有真的飞过这架飞机嘛，所以在爬进座舱前呢，还是找来了相关的工程师，仔仔细细的了解了一下操作步骤。记住，这个细节将会非常关键。在准备妥当之后呢，他们就通知了塔台，安排了专门的跑道，就要开始测试了。第一次，霍尔顿启动发动机，提高转速，闪电开始在地面上向前滑了起来。接着，霍尔顿马上就关闭了发动机，并踩下刹车。在滑出40多米左右的距离后呢，飞机稳稳地停了下来。霍尔顿将头伸出座舱，对着一旁路虎车上的助手比出了一个成功的手势。这一次，他的确是测试到了一些他想要的参数，但还是不够啊。于是他示意助手继续跟塔台协调下一次的测试。如果你是霍尔顿的话，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心跳已经放缓了不少了吧？对了，在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呢，你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了。于是就有了第2次、第3次以及后面几次的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都还差那么一点点。于是霍尔顿准备要再进行最后一次测试了。他启动了发动机，将油门逐渐往上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大，开始滑动起来了。在将油门推杆推到差不多80%的时候，霍尔顿知道应该要减少油门了。但是地面上的一个小坑突然让飞机颠了一下，缺乏经验的霍尔顿手一滑，油门一下子就被推过了80%。完蛋了！闪电战斗机上有个设定啊，当油门被推过80%之后呢，就会自动启动加力，并且油门位置也会被锁定，搬不动了。霍尔顿的闪电于是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子弹出膛的状态，难以遏制的向前冲了出去。他傻眼了。但是等等，在坐进座舱前，飞行工程师好像跟他讲过些什么。对了，那个时候呢，工程师告诉他，油门附近是有一个专门的按钮的，在按下它之后呢，是可以解除油门锁定状态的，因此也就能退出加力模式了。但这个按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霍尔顿开始慌张地摸索了起来，但紧接着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事情打断了他。战斗机的正前方，一辆加油车正在横跨跑道，看上去必撞无疑。为什么明知这条跑道上有飞机，加油车还能开得上来呢？很简单，霍尔顿的助手告诉塔台呢，他们只会用到一小节跑道，而且根本也不会起飞。塔台在看了他们做了几次之后呢，确实也没有发现越界，便放开了其余部门的管制了。幸运的是在最后一瞬间呢，闪电和加油车擦肩而过，没有撞到一起。这下就该松口气了吧？完全没有由于塔台松开了管制，在另外一条垂直跑道上，一架 DH-106 彗星客机呢正在起飞了，他们的轨迹相交在了一起。霍尔顿瞬间就面临到了第2个死亡威胁了。不过幸运女神又一次照顾到了他，也是差那么一点，2架飞机就这么紧贴着对方躲过了。霍尔顿终于有了一点时间继续去摸索解除加力的按钮了。但是第3个挑战又来了，前方已经是跑道尽头了。霍尔顿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把闪电停下来吗？不现实嘛。好在一番折腾之后呢，霍尔顿反而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飞到天上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于是他果断拉起了操纵杆，闪电一跃而起。好，暂停一下，我们先来看看霍尔顿此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首先，闪电是一架相当奇葩的战斗机外观咱就不多说了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战斗机，估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赞同的。关键是它的飞行状态实在是太快了。速度快，不开加力就能够轻松飞到1马赫以上，开了加力则能够直接来到2.4马赫的水平，连5代机 F-22都把它追不上。爬升快，离开地面就能够垂直往上爬，只用2分半钟就能飞到12000米的高度，连它的继任者幻影都自叹不如所有飞过它的飞行员都开玩笑说，这就是一枚火箭之所以要长一对翅膀呢，只不过是为了在上面装个着陆时的指示灯而已。并且补充一句就是这个只为装灯的翅膀也太丑了吧。好，这就是火箭飞机本身的情况已经够霍尔顿难受了吧？但更要命的是由于这架飞机是没有打算过要上天的，所以它的弹射座椅是处于锁定状态的，它的座舱盖是处于揭掉的状态的，霍尔顿的头上是处于裸奔状态的，没有戴上头盔，不仅意味着缺乏保护，更意味着无法与地面交流。既然不能弹射，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此时他想要活命呢，完全就只能靠自己了。飞到天上后呢，霍尔顿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与冷静。他先是找到了那个解锁按钮，关掉了引擎的加力模式，让飞机的速度成功的慢了下来。接着呢，他就开始控制飞机绕着机场盘旋了，让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然后他就得要找准时机着陆了。闪电为了获得高速呢，机翼的后掠角是非常大的，所以着陆速度也非常的快。哪怕是专业的飞行员，也常常有翻车的情况出现，更不要说是菜鸟霍尔顿了。他自己也清楚得很所以前面有2次的尝试呢，他都在感到不对劲之后呢，就紧急停止了。第3次尝试，他选择了从反方向进入跑道，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很有可能会冲出跑道尽头，而在那一边的跑道尽头外呢，是一个小村庄，一旦冲出，后果不堪设想可见霍尔顿真的是相当专业。在他算好速度和角度之后呢，就猛地冲向了跑道，先是机尾触地，接着起落架便接管了机身，他成功的回到了地面。但此时呢，闪电还是在继续往前冲的，毫无停下来的征兆。而原本的减速伞也在霍尔顿用机尾触地时损坏了，一打开直接就飞走了，完全就不起作用了。情急之下，霍尔顿只好将刹车踩到了底，剩下的就只好交给命运吧。在将轮胎磨得精光之后，他终于在跑道还剩下9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人没事，飞机也只是损伤了一点尾巴而已。他就这样坐着地球上速度最快的敞篷，在空中晃了足足12分钟。关键是他原本对如何操纵这个敞篷一无所知，而且这本来也不该是个敞篷所以谁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为什么同样是刹车 F1 从时速300到彻底停下来只需要4秒钟不到，而普通的汽车，对了，好像普通的汽车开不了300，普通汽车从时速100减到0差不多就要4秒了。而如果你不幸骑上了一辆刹车不太好的自行车，不得不靠双腿踩地来辅助它停下的话，就只能祝你好运了。事实上，我以前经常这样撞到女生。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F1 的刹车系统究竟如何与众不同呢？1951年，盘式刹车第一次出现在 F1 赛场上。1955年，雪铁龙第一个把它搬到了自己的量产车上面。从此以后，盘式刹车就成了我们一个无比熟悉的东西。直到现在，普通汽车上面的盘式刹车和 F1 上面的盘式刹车本质上都没有啥区别。毕竟大家都是使用同一个连小朋友都懂得的原理在工作嘛，摩擦力，卡钳夹紧，车辆减速，卡钳放松，车速恢复。所谓张弛有度，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同之处在于细节，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卡钳上面的区别，除了更大以外，你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位置也不太一样。普通汽车上卡钳的位置一般都是在刹车盘的左右两侧，大概
是3点钟和9点钟的位置，而 F1 的卡钳却更往下，位于5点或者7点钟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因为这样能让重心变得更低，重心更低，车开起来自然更稳。你骑个时速20公里的自行车都知道要压低身子 ，F1 的工程师就更是深谙此道了。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放得更低，也就是6点钟的位置啊？根据我多年对直立哺乳动物进食习惯的研究，6点钟吃过饭之后，重心肯定更低啊。好问题啊！将卡钳的一头翘起来呢，是为了让打嗝更方便一些。因为在刹车板和卡钳之间传递力量的是液压，用液体来传递压力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处，那就是由于液体是无法被压缩的，所以当车手踩下刹车踏板后，踏板上的力量会非常迅速又精确的传递给卡钳，从而做到人车合一。但就像你吃饭的时候难免会吞下空气一样，刹车不停的踩踩松松，也容易让空气钻了空子，钻到液压系统里面去了。空气可跟液体不一样，它比较有弹性，可以轻易的压缩，这就让刹车反馈变慢，人车不再合一了。F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时不时的需要把这些混进液压系统里面的空气给挤出去。怎么挤呢？在液体里面的空气肯定会往上跑嘛，所以 F1 的卡钳就必须要装成一头低一头高的样子，并且在高的那头有一个专门的放气嘴。事实上，每一轮比赛之间的打嗝是 F1 必须要做的事情。说完了卡钳的不同，我们接着说 F1 的刹车盘跟普通汽车的刹车盘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另一个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知识啊，能量守恒。本质上，你一刹车，汽车就能够停下来，是源于能量之间的转化。汽车的动能转化成了刹车的热能。F1 动能那么大，刹车时间又那么短，就要求它的刹车盘必定是由一种特殊的耐高温材料制成的。是的，跟普通的金属刹车盘不同， F1 的刹车盘是由2种不同类型的碳复合在一起组成的，所以就被非常直接的称为碳复合材料。翻译过来就是说啊，你们造个材料倒是挺棒，怎么起个名字就这么不走心呢？总之，碳复合刹车盘可以轻松的顶住 F1 猛踩刹车时产生的超过1000度的高温，而且强度极高，重量极轻，热了不易膨胀，冷了不易收缩，看起来低调，用起来高效。当然，不要以为既然它都那么耐高温了，降温就不那么重要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海绵，热量就是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如果始终处在吸饱水的状态，还怎么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呢？刹车盘吸收的热量也是如此。如果不把这些热量及时的散掉，又怎么能再吸收动能转变过来的热能呢？要是再也吃不下更多的热了，动能也无处可去，速度不也就降不下来了吗？所以首先我们能够看到碳刹车盘上布满了能够通风，并且还能够增加表面散热面积的孔。另外在车轮内侧还有专门为刹车盘送风的导管，为它带来更加强劲的冷却效果。好，最后再说一个跟我们普通汽车上完全不同的黑科技，那就是当你踩下 F1 的刹车踏板之后呢，前后轮的刹车力量并不会完全均匀的分布，而是可以任意调节的。静止情况下 ，F1 的车重分布大概是前后45比55，即55%的车重是压在后轮上的。但是在急刹车的情况下，重量会向前轮转移，变成55比45，就是掉个个了。所以为了最有效的刹车，前轮分配到的刹车力量应该是55%，而后轮则是45%。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平均分布了嘛。但 F1 还能够允许车手直接在方向盘上对前后车轮的刹车比例做出更自由的调整，以便找到最适合你自己和赛道的组合。真想把它移植到我自己的车上，这样就在漂移和稳重之间能够自由切换了，免得老是伸腿容易把鞋给磨坏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大家好，我是火箭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与有荣焉我和伟大祖国的高光时刻活动。建党100年的祖国呢，有很多的高光时刻，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箭了。走进天津火箭制造公司总装车间的那一瞬间啊，我就被震撼到了。一是因为只有近距离的站在长征5号的旁边，当呼出的热气都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块薄雾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5米直径究竟有多么的庞大。二是因为火箭的组装呢，完全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手臂。三三两两穿戴全套防护服的工人们呢，站在火箭燃料箱的上面、后面，拧着螺丝，装着管线，讨论着图纸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配说明。这个跟我们大学里面的创客空间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嘛，完全就没有火箭应该给人的科技感和神秘感了，所以是失望的情绪有点震撼到我了。但2天之后啊，我就彻底不这么想了。今天呢，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火箭制造水平的真实感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啊，美国都已经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了，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呢，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23位2弹1型元勋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毅然地投入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去，硬是从零开始辟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我在火箭院里面问了专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咱们的运载火箭都要叫做长征呢？他想了一下说，因为造火箭这事儿对咱们的航天人来说
可不就是长征吗？它既代表了这个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漫长的事，也代表了走这一趟的人所不得不拥有的坚强意志与百折不挠。60多年过去了，长征依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0年4月24日的长征1号成功发射开始，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逐渐扩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发射能力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轨道类型了。长征1号系列已经退役，长征2号系列主要是面向近地轨道的载人和卫星任务的，尤其是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实验室发射任务的长2F 了，绝对算是载人工程的功勋火箭了。长征3号系列呢，主要是面向高轨卫星任务，是建设北斗系统和实施嫦娥探月的工程。长征4号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拥有比长2系列更大的近地轨道运力。长征5号还用说吗？直径5米的大火箭是大载荷空间站去升空的首选。长征6号是新一代的环保型火箭。长征7号是环保型改款的长2F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顶梁柱。长征8号是新一代的中型液体火箭，长征11号可以快速响应、灵活机动，实现不受发射场限制的低轨商业卫星的发射。当然，未来还会有长征9号、长征 N 号等等火箭的诞生，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添砖加瓦。但是这也让我心里面的反差呢就更明显了。发展了60年，怎么还在上手工呢？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计测的生产线，但是也看过很多画面和报道感觉里面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刚好去参观过的一家棉纺厂，其中也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设备了，人的角色更多是巡视和监督，符合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一贯认识火箭也是现代工业而且还是现代工业中离未来最近的工业之一。为什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呢？是只有我们的火箭生产用手工，还是大家都是呢？ SpaceX 的火箭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基本上在车间里面抓到一个人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中国的火箭制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产品化的阶段虽然我们有长征5号、长征5号 B、长征7号等等这些系列的火箭，但它们是产品吗？不是嘛。只有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生产出来的每一个都基本无差异的才叫产品。而我们再来看火箭上次发射的长征5号和这次发射的长征5号，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款长征5号。当然，下一枚也是如此。因为每一次虽然在普通人的眼里面发射无疑是成功的，但表面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很多问题的。有的是隐患，只是很幸运的没有暴露出来；有的是低效，显然应该被更好的设计所替代掉；有的呢是冗余，明明可以把它给剪掉。等等这些所以每一次长征火箭在发射完之后呢，任务团队都会仔细的去回溯复盘，以便在下一枚火箭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安装布局方面的变化，舰载仪器设备的增减等等。外观看上去还是咱们可爱的胖五，但是心却已经是升了级的。另一个呢，是由于每一次的任务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这次是送天河号核心舱上去，下次呢是送梦天实验舱上去。尽管都是用长5B，但也会对火箭的设计安装进行微调，以便最优化的执行这次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目前我们的火箭每一枚都是定制的，如同一件量体裁衣的西装一样，并不适合采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因为这样既生产不出来，还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嘛。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可以分2个方面来看不能自动化生产的火箭虽然在效率上显得不高，但是却能够在创新上持续精进迭代，靠技术娴熟的人来找到最优解，并且呢，有效的降低此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我把这个总结为微创新。尽管我们觉得像是手机从诺基亚到苹果那样的创新才叫做创新，但实际上很多隐藏在表面下的我们看不到的创新呢，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我们2枚长5相同外壳下不同的线束布置一样。但是反过来这种太依赖人而不是机器的操作方式，一是很难避免人的惰性和麻痹在其中起到的负面影响，二是速度慢了，发现问题的频率就低了，改进升级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埃隆·马斯克说他的目标是1天要造1台猛禽发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不停的发，同时还能更快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迭代。从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上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了星舰为什么能造这么快呢？的确是有点让人害怕我问了几个火箭制造的专家，他们也有点想不明白，也很好奇也希望去学习但显然这就是一个黑箱嘛，我们拆不开它，只能靠自己去推测、研究和实验了。毕竟人家比我们早了100年实现工业化，很多技术经验我们还在学习和积累当中。中学生自然很难看懂大学生的解题思路了，承认这点才能让我们学得更快。美国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他们造土星5号，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火箭时，也是纯手工的状态所有环节都是人去趟出来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说法嘛，
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和工具，依然是无法将那台 F1 发动机给复刻出来的。原因很简单，掌握那些手艺的工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动化还是手动化，并不意味着先进与否，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必然过程而已。我相信随着商业航空的发展呢，我们的火箭制造也会走向规模化、自动化的那一步的。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去等着一个个奇迹被见证的时刻就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时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个就来了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级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级，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做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也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